嗨，我是 Jasper。很多人认为热敷可以帮助胡子软化，是刮胡子必要的动作。但是如果热敷是错的呢？刮胡子会刮伤，皮肤红肿发炎。先不要怪你的刮胡刀不好用哦，万恶的源头其实就在这里。不对啊，理发厅 barber 的师傅都是用毛巾给客人热敷啊，那我照着做有什么不对呢？在讨论热敷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哪种胡子比较好刮。拿刮胡刀干刮，刀片会卡住胡子，会拉扯，很难刮，因为我们的胡子跟铜丝一样硬。要让胡子好刮，就不要干刮，要湿刮。Wet shaving 就是要用水让胡子从硬变软。很多人喜欢洗完澡以后刮胡子，会觉得特别好刮，这是因为胡子吸水以后变软了。胡子是由3个部分组成，皮质层、发髓跟角质层。角质层在最外层，最硬而且防水。要让胡子吸水，就要先破坏角质层。你可以使用2种武器来加速破坏角质层。第一个是热量，热水可以损坏角质层，让角质层剥落。第二个是碱性，我们常用的刮胡皂泡沫就是碱性的。碱性会使角质层细胞膨胀，毛鳞片打开，让水可以更容易进入。真正让胡子变软的是水，热量跟碱性只是辅助，水合作用是一切的关键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广告哦，他说手动刮胡刀要抹泡沫湿刮，电动刮胡刀不用泡沫要干刮。现在咧，电动刮胡刀也要用刮胡泡啦。这也证明不管用什么刀，胡子要吸水才会软化，才会好刮。话说回来，那么用毛巾热敷，毛巾里面有热水啊，会加速胡子软化啊。你刚才讲的啊，热水的确会让胡子变软，但是很多人都画错了重点，重点不是在胡子，而是在你脸上的皮肤。我自己就闹过一个笑话哦，以前看网络上的刮胡子教学，说刮胡子之前要用毛巾热敷，我用很热的毛巾在脸上敷了3分钟，敷一次觉得不够，还敷了第2次。你知道吗？那次刮胡子整整花了我50分钟，对着镜子左刮右刮，顺着刮逆着刮，刮到满脸通红，怎么刮都刮不干净。刮到累了还拿一个小板凳来坐。他那个凶，刮胡子有那么难吗？用刀片在脸上刮50分钟，下场当然很惨啊，刮伤、红肿、流血，问题一堆。用毛巾热敷，虽然热水让胡子变软了，但是对皮肤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就算不刮胡子，只是洗脸，皮肤科医师也会建议你不要用太热的热水。刮胡子也是一样哦，不要用热水，要用冷水。冷水可以让你刮胡子刮得更干净，更不容易刮伤。用冷水刮胡子对你的皮肤更好。我们来证明为什么刮胡子要用冷水，不要用热水。我们都听过热胀冷缩嘛，皮肤也会热胀冷缩啊。我们去游泳，跳进水里面会有缩起来的感觉。人是恒温动物，遇到冷水，避免体内的热量流失，血管会收缩，皮肤也会收缩绷紧。遇到热水，过多的热量要排除，血管会扩张，皮肤会放松变软。为什么用冷水刮胡子会更干净呢？你可以这样想象哦，用冷水，皮肤收缩绷紧，皮肤会往下沉，胡子会被推出来更多，你就可以刮到胡子更底部的部分。刮完胡子，皮肤往外膨胀，毛囊往内缩，这样就可以刮得更干净。相反的，用热水，皮肤会肿胀，胡子露出来的部分很少。等你刮完胡子，皮肤缩回原位，摸起来就会有胡渣没有刮干净的感觉。所以冷水可以让皮肤收缩，可以刮得更干净。你有看过别人脸红吧？不然也有看过有个东西会变大变红啊。它们会变红就是因为充血了。用热水热敷，皮肤下的微血管会扩张，血管会更靠近皮肤的表面，所以才会脸红，有充血的感觉。血管离皮肤表面这么近，如果这时候你又在上面插一刀，那就像挖到喷泉一样，啪！这其实蛮可怕的哦。假设这块布是我们的皮肤，热水会使皮肤肿胀，表皮会更不平整，刀片在不平整的表皮上滑动，会导致更多的拉扯、跳刀，最后就是更多的刮伤。热刀也会使皮肤的角质层软化，变软变松，
刀片可以很容易的切进皮肤。如果把热水换成冷水，皮肤遇到冷水会收缩，你会感觉皮肤变紧实、变硬。比如说你蛋蛋外面的豆皮寿司，遇到冷缩起来的时候，表皮是不是比较硬？呵呵，比较硬的表皮，刀片就不容易插进去，也就是不容易刮伤。冷水会使微血管收缩，远离皮肤表面，不小心切到表皮也不会出现喷泉，流血的几率会降低。冷水可以收紧皮肤，表皮会变得平整，刀片可以顺利的在上面滑动，不会有卡卡的感觉。如果你有敏感性皮肤，改用冷水可以让你避免 razor burn、剃刀烧伤等等的伤害，尤其是脖子这个部位哦。如果把它弄得红肿、敏感、刺激，穿上衣服以后，脖子会跟衣服的领子一直摩擦。有一句成语叫寒毛直竖，毛会竖立起来，是因为毛囊连接着一块小肌肉立毛肌，立毛肌一收缩，毛就可以站起来，鸡皮疙瘩也是这样来的。皮肤接触到冷水，为了保暖，立毛肌会作动，胡子会竖立起来。很多人觉得用冷水胡子会感觉比较硬，摸起来刺刺的，就是因为胡子站起来了。立毛肌就像房子的地基，用冷水地基稳固了，上面的楼房就不容易晃动。用热水地基不稳，房子就会倒了。立起来的胡子跟倒下来的胡子，哪一个比较好刮呢？就像砍杂草哦，用热水就像这根草会东倒西歪，用冷水就像用手把草从上面抓住，草会有一种跑不掉、无法逃离刀片的感觉，切下去很干脆，不会拖泥带水。如果你改用冷水，感觉胡子比较硬，不好切，原因是胡子吸水的时间不够。要让胡子软化，可以使用热量跟碱性。热水的确可以让胡子更快的吸水，但不代表你就一定要用热水啊，这样是饮鸩止渴，会让皮肤出问题。不用热水，还有一个碱性可以用。要让胡子好刮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原本热敷的时间变成泡沫停留在脸上的时间。比如说，把3分钟的热敷时间改成让泡沫停留在脸上3分钟。在洗完脸以后，不要热敷，直接在脸上涂泡沫，然后让泡沫停在脸上一段时间。你可以用刷子 Face Ladder 或是用手指按摩，这样可以加快碱性渗透的速度。泡沫停留在脸上这段时间，你可以装刀片，上个厕所，拿直剃刀 Strap， 等个2分钟左右就可以刮胡子了。赤木扭伤脚踝，第一时间要冰敷还是热敷？要冰敷啦！冰敷可以使血管收缩，减缓发炎现象。冰敷也可以消肿，降低疼痛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冰敷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刚好都是刮胡子的问题呢？所以对刮胡子造成的刮伤、红肿、发炎问题，用冷水就像做冰敷，可以减少炎症；用热水就像做热敷，只会让发炎更严重。你只要把热水换成冷水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刮胡子就是把水分留在脸上，水是最重要的润滑剂，水合作用是一切的关键。刮胡皂泡沫的功能就是把水分留在脸上。如果你用热水，热水在蒸发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的水分，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干燥。皮肤干燥就是很多问题的来源，会导致皮肤发红、皮肤痒，严重的时候会产生皮肤炎症、湿疹。很多人刮完胡子，皮肤变得干燥、发红，就会拿胡后水之类的产品来用。这个是本末倒置哦，抽掉皮肤的水分再补水，贵刚欸。使用明矾，让原本干燥的皮肤干上加干。刮胡子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都是热水造成的？羊毛纸的熔点在35到40度 C 之间，刮胡皂的泡沫在50度 C 以上会开始分解。也就是说，热水会降低刮胡皂泡沫的性能，冷水可以让皮肤保持更多水分，它不会破坏皮肤表层的油脂。冷水可以让泡沫保持更长的时间，让皮肤保湿，不会让皮肤干燥，就可以减少一堆问题。有人说，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，热水会让刀片的边缘像水波纹一样的弯曲，
冷水会使刀片的钢材更稳定，会让刀片更坚硬，边缘会更锋利。我对这种说法保持质疑哦。钢在1500度 C 融化，在870度淬火，而且现在的刀片大多经过热处理了，几十度 C 以内的温度变化，你其实不用去考虑刀片热胀冷缩的问题。但是 D1 刀片的涂层就不一定咯，比如说 PTFE 涂层在19度跟30度 C 之间就会产生结晶变化，温度升高，耐磨性会下降，所以如果想让刀片用得更久，要用冷水。除此以外，不同材质的热膨胀系数是不同的，有些刮胡刀像是核刀，除了金属刀片以外，还有很多塑胶的零件，如果放在热水里面，塑胶跟金属会有不同的热膨胀系数，这可能会改变刀片间隙、刀片露出等等的数值。有些直剃刀也有塑胶的 scales， 所以尽量不要把刮胡刀泡在热水里。有人认为用热水刮胡皂比较容易起泡啊，软水跟硬水才是起泡的关键。50度 C 以上的温度，泡沫会开始分解，所以以刮胡皂起泡而言，用冷水会比热水好。热水也会损坏你的刷子哦，它会溶解结里面的胶水，所以刷子容易掉毛啊。太热的热水也会让刷柄破裂。不使用热水，除了减少你的瓦斯费以外，你不用先排掉水龙头管路里面的水，不用花几分钟等热水过来，不用准备热毛巾，也不用做好几分钟的热敷。除此以外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改用冷水不会刮伤，皮肤的问题没了，那些糊后水啊、糊后乳啊、明矾等等的都用不到了。我以前会用糊后水跟明矾来检查自己哪里有刮伤，改用冷水以后，我发现这样做都是多余的，因为刮伤、红肿、razor burn 这些问题都没了。支持用冷水刮胡子最有名的就是富兰克林了，就是那个在打雷的下雨天还放风筝的富兰克林。他是美国的国父哦，你可以在$100的纸钞上看到他。他说用冷水刮胡子容易得多，它可以使胡子变硬。1905年 Shaving Made Easy， 你需要用冷水使胡子变硬变脆，这样才能舒适的刮掉它们。热水会软化胡子，更难刮掉。电影《早安越南》说，刀片上的冷水可以防止 razor burn 剃刀烧伤。现在你用 Google 搜寻 Cold Water Shaving 会有更多的结果。如果你生活在台湾，水龙头打开出来的水就是冷水。如果要严谨一点，冷水的水温要比皮肤表面温度低。皮肤表面温度最低的是脚，温度是27度，冷水的温度要比27度低。皮肤的皮脂腺超过24度 C 会分泌更多的油脂，所以水温在24度 C 以下会更好。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哦。寒流来10度 C 以下，刮到要死，那就掏一点热水啊。夏天的水太热，你也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冰块。不喜欢冷水，用温水也可以，做你感觉舒服的事情就对了。如果你真的比较喜欢热热的感觉，不想用冷水，有个小技巧哦，你可以使用温水来洗脸，把温暖的泡沫涂在脸上，然后把刮胡刀泡在冷水里，用泡过冷水的刀片来刮胡子。试试看吧，万一你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呢？李小龙说过 Be water, my friend。 如果他看过这个影片，他会说 Be cold water, my friend。